满头白发的糟老头子，凭什么能当上吴老星，成为世界之王伊姆的打手，还能让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畏惧？香克斯就曾揭露过加林圣的实力上限，是超越四皇能匹敌罗杰的存在。其实，在加林圣刚刚登场时，尾田就强调过他的战斗力等级，是一位王者级别的剑士。纵观海贼王中能被称为王者的人，也就是找到 One Piece 罗杰和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加林圣有匹敌他二人的战斗力，当个吴老星还不绰绰有余。早在38年前的神之谷狩猎中，年轻的加林圣就表现过断层的实力，一个人轻松干掉1万多名奴隶，超越了其他神之骑士团成员的组合。后来洛克斯海贼团来到神之谷，抢夺作为奖品的7个神级恶魔果实，罗杰也带着手下和卡普一起抵达现场。在那场都是顶级强者的战斗中，年轻的加林圣依旧大杀四方，绝对有匹敌当年白胡子凯多等人的实力。成为神之骑士团的首领后，加林圣有着处刑天龙人的权利。穆斯加鲁德胜帮助凶手逃离玛丽乔亚，就被他当着众人的面拔刀处决，还有着让革命军首领畏惧的战斗力。当萨博提到神之骑士团出动时，一向沉稳的多拉格也立马紧张起来，表明真正的战争即将开始，显然是对那位王者剑士有一丝忌惮。其实香克斯也揭露过加林圣的实力上限，当年去找世界最强男人，阻止艾斯追杀蒂奇，白胡子见到香克斯直接来了一句，看到你那张脸，我的胸口就会隐隐作痛，透露出在他胸口留下伤疤的人与当今的四皇香克斯有一定关系。当年罗杰在神之谷找到小红发，巧合的是加林圣也在那里，而且吴老星不止一次提到过香克斯与费加兰德家族有关联。加林圣即便不是他的父亲，必定与香克斯存在很深的关联。不出意外，白胡子胸口的伤疤就是38年前在神之谷被加林圣所致，能给世界最强男人留下伤疤。加林圣或许有超越当今四皇的战力，也难怪伊姆会让他接替萨坦成为吴老星。苏布为何会爆掉巴托的海贼船？答案居然透露出香克斯的最大弱点。得知有超新星闯入自己的地盘搞事情，香克斯都没来得及与路飞见上一面，释放霸王色霸气赶走海军大将绿鸟，就带着红发海贼团去找巴托洛米奥。拥有绝对防御的超人系屏障果实，能挡住光月玉田用妖刀研磨的斩击，也能挡住打伤四皇的王者之拳，却没能挡住香克斯手中的佩刀格里芬。巴托洛米奥被打得鼻青脸肿，跪在香克斯的面前道歉，祈求原谅。本乡拿出一瓶毒药给小巴托，让他用1个月的时间去暗杀路飞，却被巴托洛米奥直接喝掉，宁可舍弃自己的性命，也不愿去伤害路飞。香克斯见到巴托如此忠心，便没有继续为难他。耶稣布却拿出来腹枪，强调必须公事公办，仅仅一枪就轰爆巴托洛米奥的海贼船。耶稣布为何有如此残忍的表现？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香克斯之前就对伙伴们说过，为了确保红发海贼团旗帜的威慑力，必须要给巴托洛米奥一个教训，让世人不敢轻易来自己的地盘搞事情，这样才能保护朋友和投靠他的人。这一点香克斯在风车村的时候就说过，侮辱自己可以，但不能让朋友受到伤害。罗杰也干过同样的事情，为了给同伴找回面子，灭掉一整个国家的军队。香克斯如此保护所谓的朋友们，正好暴露出红发海贼团最大的弱点。在埃尔巴夫的时候，基德带着海贼团来挑战，见到红发旗下的附属海贼团，直接选择开大攻击。如果不是香克斯察觉到会造成巨大伤害，提前出手用神臂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他的那些老弱病残的朋友都会有危险。从此能看出红发的附属海贼团很弱，在未来规模庞大的战斗中，这些人不会成为香克斯的帮手，反而会成为累赘。即便红发海贼团的干部们都很强，被海军称为战力最均衡的铁臂海贼团，一旦分出精力去保护那些老弱残兵，就可能会导致红发海贼团战败。田终于公开弗兰奇的父亲，果然是四皇海贼团的核心干部。当年罗杰海贼团来到七水之都冒险，光月玉田见到了小时候的弗兰奇，那时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被父母认定为难以管教的问题儿童，在10岁的时候被丢弃在七水之都。当玉田邀请弗兰奇出海冒险的时候，弗兰奇特意强调自己不会当海贼，因为将自己抛弃的亲生父母就是海贼。有海米根据这一信息开始寻找弗兰奇的父亲。在红发海贼团中，有一个人的形象非常符合，他就是香克斯的航海士本迪克斯内克，身上有一条红色龙图案的纹身。在海贼王某一期的彩页之中，弗兰奇在大口喝着酒，身上也出现龙图案纹身，与本迪克斯内克身上的纹身很相似。结合弗兰奇曾说过自己的父母曾是海贼，很容易想到红发团的航海士就是他的父亲。在最新一期的生命卡资料集中，尾田公开了百兽海贼团成员的信息，其中大看板奎因的经历与弗兰奇关联很大。在36年前，身为海贼的奎因生下孩子，不过在26年前的时候将孩子遗弃，那一年弗兰奇正好10岁。难道说一哉奎因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且从生命卡资料集的封面也能得到佐证。第39卷和最新的第93卷的封面，弗兰奇与奎因的造型和位置简直一模一样。结合尾田又是一位擅长搞对称的作者，更加能确定奎因就是弗兰奇的父亲。除此之外，两人都喜欢搞一些科技发明，奎因是研究毒药用来提升战斗力，弗兰奇则是创造各式各样的装备提升自己，而且两人都喜欢对身体进行改造。
草帽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有着深厚的背景。路飞的老爸是革命军的首领，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山治本来是杰尔玛王国的第3王子，就连索隆也是和之国名家双月一族的后代。弗兰奇的父亲是四皇团的核心干部，也很正常吧。让多拉格能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尾田3次加强革命军的战斗力。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完全是依靠手中的5大战力输出。赤犬率领的海军能抗衡任何一位四皇，还配备了索尔小队以及贝加庞克研制的武器。赤天使甚至拥有不输七武海的力量。CP 组织是最庞大的间谍结构，其中 CP0 成员都具备非常强悍的实力。神之骑士团还没有表现过战斗力，首领加林胜属于王者级别的强者。吴老星也在弹头岛展示过实力，拥有强悍的霸王色以及堪称不死的身体，还有远古兵器天王，能将一座岛屿摧毁殆尽。反观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除了东南西北中5位军队长，并没有出现特别强悍的战力输出，很难抗衡伊姆手中的5张王牌。不过尾田已经对革命军进行了3次加强，第一次是让萨博成为万人敬仰的炎帝。在世界会议期间，吴老星干掉了寇布拉，并把这个罪名按在了萨博头上。本以为会让革命军的口碑变得很差，却让萨博成为了炎帝，名气甚至超过了多拉格。越来越多的人会听从炎帝的号令，成为革命军的战士去对抗天龙人。第二次是增加军队长的实力，本以为革命军的队长们，也就是四皇干部的水准，在圣地玛丽乔亚解救同伴暴君雄时，茉莉和卡拉斯与藤虎和绿牛爆发战斗，绿牛的手掌被茉莉用鱼叉刺穿，藤虎的脑袋被卡拉斯开瓢，两人表现出来的实力一点不输海军大将。而且茉莉在100年前就是雄霸一方的大海贼，曾经被关入推进城，成功越狱却没人发现。如果军队长们都具备抗衡大将的水准，革命军推翻天龙人并不是痴人说梦。第3次是把贝加庞克2号送给革命军，弹头岛事件已经完结，莉莉丝被草帽团救走，她的归属或许不是成为路飞的伙伴，而是加入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龙在多年前就邀请过贝加庞克加入自己，贝加庞克在临死之前就曾让世家给龙打电话，从此可以确定他们之间一直保持联系。当前的草帽团并不需要科学家，莉莉丝去到多拉格的身边才是最好归属，她能帮助革命军提升科技战斗力，说不定还能制约伊姆手中的古代兵器天王。高商南正在埃尔巴夫迎接路飞，草帽团的第11人终于要官宣了吗？在海贼王漫画1124话的结尾，埃尔巴夫的海岸上出现一个神秘人，他在等待巨人族和草帽团抵达。神秘人会是谁？目前有2个靠谱的推断，第一个是哈古瓦尔蒂萨乌罗，他曾在奥哈拉事件中拼死救下罗宾，还被当时的中将亲自冻成冰雕。后来我们知道萨乌罗并没有丢掉性命，带着巨人族的战士再次回到奥哈拉，将学者们研究的书籍带回到埃尔巴夫。贝加庞克告诉过罗宾萨乌罗还活着，也不需要继续藏着给草帽一伙惊喜，可以排除这个神秘人就是萨乌罗。第二个就是黑胡子海贼团口中的烧伤男，据说他的手中有一块路标历史正文，但凡有敌人靠近他的船，都会被巨大的漩涡吞没。和之国战争完结后，路飞已经得到3块路标历史正文，此时烧伤男在埃尔巴夫出现也非常合理，能让草帽团获得前往拉夫德鲁的路线。海贼王1124话情报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莉莉丝与草帽团一起庆祝路飞刚抵达弹头岛的时候，贝加庞克就提出要跟着草帽一伙逃出去，当时路飞也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人一种贝加庞克要上船的感觉。而且草帽团目前正好缺少1名科学家，不过在对抗吴老星时，贝加庞克被黄猿击杀，这也让草帽团的所有人感到沮丧。莉莉丝苏醒后安慰道，草帽团并没有食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贝加庞克，已经安全逃离弹头岛，等同就走了本体。接下来的莉莉丝只有2个地方可以去，第一个是多拉格率领的革命军，很多年前龙就邀请过贝加庞克加入，只不过当时的革命军很穷，不能给他提供充足的经费搞科研，现在的革命军已经壮大，能作为莉莉丝的归属。第二个就是以成员的身份留在草帽团，在所有的贝加庞克分身中，莉莉丝是第一个与草帽团见面的人，与娜美乌索普等船员的感情也还不错。当初路飞也允诺过带贝加庞克离开，碍于情面会让莉莉丝当第10位伙伴吗？这年被罗杰打败的顶级强者们，卡普打赢他们居然还需要靠外人帮忙。洛克斯海贼团在神之谷覆灭之后，作为成员之一的金狮子是最先成为大海贼的人，他率领飞空海贼团的100艘舰船，在艾特沃尔与罗杰进行决斗。起初金狮子一度占据上风，差点将罗杰海贼团彻底击败，无奈命运不好遇上暴风雨，结果脑袋被开了瓢败给罗杰。后来得知罗杰向海军自首后，金狮子一个人闯入马林贩毒，驻守的一半海军被干掉，卡普迫不得已联手战国出马，鏖战3天3夜才将其击败关入推进城。假如卡普一个人与金狮子交战，谁胜谁负还真的不好说。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已经多次向罗杰发起挑战，后来为了击败罗杰，加入罗杰海贼团，却没有一次获得胜利。那时的巴雷特也经常与雷利交战，据说每一次都是打成平手。在九蛇岛赶走黑胡子后，雷利表示自己老了打不过黑胡子，可见年期17的冥王雷利绝对有4皇级别。难道说10几岁的巴雷特已经拥有4皇战力了吗？得知罗杰身患绝症之后，巴雷特决定下船出去闯荡，很快便靠着强悍的战斗力将整个大海搅和得天翻地覆。
海军迫不得已让卡普和战国一起出动屠魔令，硬是将巴雷特的体力耗尽，才将其抓住关入海底监狱。如果让卡普或者战国一个人去，想抓捕巴雷特都非常困难。多年后，巴雷特从推进城越狱，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海军让黄猿和藤虎联手，外加多名中将一起出动屠魔令。此时的卡普也发出感叹：罗杰死后，巴雷特彻底失去寄托。从他无奈的表情也可以看出，对巴雷特的强悍实力很认可。当年罗杰和白胡子称霸大海时，还有一个红伯爵能匹敌他们，不过红伯爵没能成为海贼王，应该是争夺大秘宝败给了罗杰。后来海军出动当时的元帅钢骨空去逮捕红伯爵，卡普也参加了那场战斗，只不过没有出手，在一旁观看。等到双方耗尽体力的时候，才将红伯爵抓走，关入推进城。可见当时卡普的战斗力还没有资格与红伯爵交手。加庞克公开能毁灭世界的方法，目前只有伊姆与黑胡子两个人能做到。说起能毁灭世界的力量，很容易想起3件古代兵器。海王波塞冬是鱼人公主白星，能操控大海的霸主海王类，引发巨大海啸吞没世界，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过白星公主天生心地善良，不会让海王类去做坏事。冥王普鲁托是一艘巨大战舰，就停靠在和之国的海面之下。据说一次攻击能毁灭一座岛屿，也有可能覆灭整个世界。得到冥王需要佐乌的相主亲自出动，能命令他的人只有桃之助。不过桃之助没有让冥王现世的打算。天王乌拉诺斯是什么还没有确定，传言是可以操控天气的能力。娜美能很敏锐地感知天气变化，说不定他就是古代兵器天王。不过娜美的眼中只有财宝，毁灭世界的事情他也不会干。贝加庞克在公布世界真相时说，是地震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世界，能产生地震的方式有2种，一种就是超人系阵阵果实。当年白胡子去马林饭多救艾斯，战国也表示他有毁灭世界的力量。白胡子用地震引发巨大海啸，差一点就将海军基地彻底吞没。黑胡子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也要将阵阵果实收入囊中。可见阵阵果实拥有的力量，的确能将整个世界彻底毁灭。第2种毁灭世界的方法，就掌握在伊姆大人的手中。为了教训与革命军合作的国家，伊姆出动大杀器圣母烈焰，那是贝加庞克利用母火种研究出来的终极武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露露西亚王国。在那之后，大海中会出现一个深坑，世界各地都会遭到巨大海啸的袭击，海平面也随之增长了不少。一旦伊姆大人频繁使用圣母烈焰，世界毁灭只是时间问题。吴老星之所以亲自去弹头岛，一个目的是彻底抹杀草帽一伙，另一个目的是得到母火种，制造更多的圣母烈焰，消灭反抗者。如此来看，世界沉入大海的罪魁祸首，就是伊姆大人频繁出动大杀器圣母烈焰所致。卡普公开最强的恶魔果实觉醒者，只有罗杰才能单挑击败那个人。草帽团进入弹头岛之后，果实觉醒者也越来越多，就连曾经被索隆击败的卡库也掌握了长颈鹿果实觉醒。不过卡库的战斗力确实有点弱，对抗赤天使被打成重伤。谁是最强的恶魔果实觉醒者，至今也没有准确的答案。有人说是当今4皇王路飞的橡胶果实，另一个名字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不仅可以将任何事物变成橡胶，还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心脏会变成解放之谷，一旦响起就能瞬间恢复体力。不过橡胶果实太消耗体力，战斗的持久性很是让人堪忧。也有人说是特拉法尔加罗的手术果实，仅凭借着果实觉醒能力，就能对抗只用阵阵果实的黑胡子。虽然罗现在的战斗力并不强，但他能够施展永生手术，随着手术果实开发的更加深入，罗的战斗力绝对能到4皇级别。也有人说凯多是最强的觉醒者，他拥有世界最强生物的称号，赏金高达46亿1110万贝里，仅次于罗杰和白胡子，位列第3。凯多的幻兽种鱼与果实青龙形态，能制造烽火雷电进行攻击。不过还不确定凯多是觉醒者。对战路飞时，脖梗处没有黑色焰云。吴老星在弹头岛登场时，每个人都是动物系幻兽种能力者，而且脖梗处都拥有黑色焰云，应该都掌握了果实觉醒能力。5个老头还拥有不死之身。路飞也强调攻击不能造成伤害。不过吴老星的战斗力层次不齐，并不能确定他们拥有4皇级别。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巴雷特展示出合体果实觉醒形态，将整座岛屿融合成巨大怪物。4档路飞与之对战不堪一击。当年在罗杰海贼团的时候，16岁的巴雷特就能抗衡雷利，后来独自出海成为超级新人。卡普和战国联手出动屠魔令，才将他的体力耗尽，关入海底监狱。就连黑胡子都主动向他认怂。后来巴雷特将合体果实觉醒，单挑所有超新星也是一拳一个。海军让黄猿和藤虎一同出击，外加多名中将合力组成屠魔令。卡普也对巴雷特的强大表示无奈，感叹罗杰死后没人能阻挡他。如此来看，在卡普的心目中，巴雷特已经是最强的觉醒者。谁才是草帽团里弹头岛篇的最大功臣？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山治是草帽团3人里战力提升最少的人，已经远远比不上索隆和路飞。路飞在鬼岛篇不仅熟练掌握了霸禅，还将果实觉醒开发了5档尼卡模式。索隆一刀秒杀 CP10带头的陆奇，还有前期五海的慎平入虎。
山治已经被挤出草帽团3大战力了，但其实现在的他已经完全警戒，成为了草帽团的核心军师，靠着智将属性指挥着大家的一举一动。而且山治本身战斗力也不容小觑，在觉醒了血统因子后，他对战炽天使的表现是超过路飞和索隆的。其他2人都是靠着联手才打败了小熊和小鹰眼，山治则是直接碾压了小圣瓶，而且之后还挡住了萨塔的攻击，解救大熊，踢散黄猿激光，防止波尼被爆头。以他现在的表现力，绝对也有皇父水平。如果你不相信，那可以来今天公测的海贼王正版 IP 授权手游《航海王梦想指针》里看看。游戏定位竖版3D 冒险手游，3亿成本打造，采用超过4万面的超清建模，主打的就是一个电影级的实机动画画质。开场便是香波地群岛草帽一伙重聚的剧情。官方似乎是在玩一种新的3D 2外，甚至就连玩家都在玩梗。现在游戏公测福利直接送110抽，7天活跃送新世界路飞，还有30抽保底7武海鳄鱼。先来一发10连，是他5星艾斯，还有4星山治，全都到手了。各位海米们还在等什么？赶紧点击左下角，一起来重新体验那段热血刺激的冒险吧！场战斗暴露马尔科的2大缺点。当年黄猿对他的调侃果然没有错，小时候的马尔科很幸运，有世界最强男人的保护，还吃下了稀有的幻兽种不死鸟果实，年纪轻轻就能被冥王雷利指点迷津。马尔科一度被认为是4皇守门员，也就是说他的战斗力仅次于海上皇帝，就连吴老星也曾说他有接替白胡子的资格。不过在与黑胡子的了结之战中，被打得体无完肤，惨败收场。去河之国帮助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马尔科的第一个对手是4皇夏洛特00，用蓝色火焰打伤用灵魂创造的普罗米修斯，一时大意却被大妈抓住脖颈，不过大妈却强调暂时还不能干掉马尔科。鬼岛战争开始后，马尔科将索隆送去围攻凯多，自己留下来对抗2大看板岩灾镜和异灾奎因，一个人对战2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从场面上看并没有落下风，却暴露出来2个缺点。第一个就是太依赖恶魔果实，不能给对手造成致命伤害。不死鸟果实也属于动物系，蓝色火焰还能吸收任何伤害，不过输出能力却不够强，整场战斗一直处于上风，却没有能对岩灾镜和异灾奎因造成任何伤害。第二个就是马尔科对霸气修炼不强，凭借他13亿7400万的赏金，应该会武装色和见闻色，不过还不能确定拥有霸王色以及最顶级的缠绕攻击。如此来看，马尔科最多也就准大将级别，当4皇守门员应该还不够资格。当年在顶上战争，马尔科对战过3位大将，见到亲自对路飞出手，能一脚将他踹飞，与大将赤犬交手，场面上处于下风，实力也不如对方，挡住黄猿攻击白胡子的大招，回头就是一脚将其踹飞。不过黄猿却调侃说，马尔科的攻击非常凑巧，是表明马尔科攻击不行，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不过香克斯多次邀请马尔科上船，难道不是认可他的战斗力很强吗？经过2年的修炼，草帽团的3大战力中，山治被认为是实力提升最少的人。路飞在雷利的训练下，熟练掌握3色霸气的运用，还将武装色与橡胶果实结合，开发出输出更强的4档。索隆跟着鹰眼学习2年，剑术和霸气都得到提升，轻松秒杀明哥的手下皮卡，对抗海军大将藤虎也有一战之力。山治虽然学会了60中的乐谱，战斗力的提升却不是非常明显。对战海军中将维尔哥，小腿骨裂差点断掉，被诟病不配当草帽团3大主力，与多弗朗明哥交手遭到完全碾压，如果不是罗出现，山治很可能被干掉。不过山治的见闻色很强，卡尔能预见未来，偷袭攻击都能被山治躲避。进入河之国后，山治穿上杰尔玛的战斗服，促使体内的血统因子觉醒，速度、力量和防御力得到大幅提升，脑袋被奎因砍了一刀，毫发无伤，还有堪称无敌的回复能力，几十处骨头断裂也能瞬间恢复。最终山治进化成魔神，击败赏金13亿2000万贝利的异灾奎因。尾田也在此时给出一张海报，强调山治和索隆的战斗力属于同级别。进入弹头岛后，山治对战炽天使的表现要超过路飞和索隆2人。路飞的对手是炽天使大雄，前期的攻击毫无效果，联手陆奇才将其击败。索隆与炽天使鹰眼战斗，也是在联手卡库的情况下才打败小鹰眼。山治一个人对战炽天使圣平，以碾压的方式打断小圣平的一条胳膊获胜。之前陆奇就强调说，炽天使表现出的战斗力完全不输七武海本体，山治能轻松击败炽天使圣平，是否可以说他的战斗力也在圣平之上呢？在海贼王漫画1106话中，山治为了救波尼和大雄，与黄猿爆发战斗。从画面上看，黄猿发射的激光打中波尼等人，也击穿了山治的身体。不过在山治落地之后，从身体上并没有发现任何伤口。难道说山治的实力还在提升，恢复力能瞬间治疗激光造成的伤害？提升到大将级别的山治，后期单挑黄猿也应该有一战之力了吧？继地狱之王的索隆，能否打赢被誉为炎帝的萨博呢？大将级强者用2场战斗给出答案。在德雷斯罗萨吃下烧烧果实，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中将巴斯提有主动迎战，萨博捏碎名刀斩蛟将其秒杀。
对战大将藤虎稍微有点失利，战斗力应该比藤虎略低一点。当时索隆也与藤虎有过交战，被一招重力刀打入地底之下，重新回到地面，嘴角流出鲜血。虽然飞翔斩击得到藤虎的夸赞，整体实力比藤虎还有很大差距，也应该打不过当时的萨博。美女浪费的5个神级恶魔果实，本可以拥有比肩大将亲至的战斗力，奈何成为洛洛诺亚索隆的刀下亡魂。小忍本是一位颜值超高的妖艳女忍者，吃下鼠鼠果实后，战斗力没有增加，却变成一位中年大神。其实鼠鼠果实的能力很逆天，可以将接触到的任何事物催熟，对着山头使用果实能力，就能将石头变成灰，躲避凯多吐出的热息，还能对人进行催熟，让只有8岁的桃之助瞬间变成28岁的模样。从一条可爱的蛟龙变成粉色巨龙，甚至敢于对抗青龙形态的凯多。假如小忍偷偷将凯多催熟到200岁，是不是就能将凯多直接送走了呢？光月石所吃的时间果实对战斗力也没有任何提升，却很适合逃跑。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只要穿越时空，就能保住一条小命。面对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追杀，光月石也能帮助桃之助等人逃走。如果光月石对果实开发更好一些，应该能让凯多穿越到20年后吧。不过时间果实不能回到过去，也断送了回到马林范多救艾斯的可能。莫奈的雪雪果实属于罕见的自然系，却没有自然系毁天灭地的能力。虽然说是洞洞果实的下级，相比大将亲至的战斗力有天壤之别。面对跟着鹰眼学习2年的索隆，莫奈被吓得不能动弹，惨遭秒杀。如果莫奈能有明哥一样的果实开发能力，实力比肩亲至都有可能。艾恩所吃的倒退果实，能力上正好与小忍的鼠鼠果实相反。小忍是对其他人催熟变老，艾恩正好是把别人的年纪变小。不过倒退果实也有限制，每使用1次，只能让对方倒退12岁。当敌人的年龄达不到12岁的时候，才会被倒退果实彻底消灭。一旦能力者失去意识或者被干掉，果实能力也会随之消失。不过艾恩的战斗力并不是很强，与索隆对战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波尼靠着基因提取得到碎碎果实，是被萨坦圣认定为垃圾的果实。有一种能力是改变人的年龄，可以让自己和敌人变成老头和小孩。不过对武装色强大的敌人来说，这种改变年纪的能力没任何效果。碎碎果实还有一种特殊能力，就是靠时空扭曲变成未来的人战斗。波尼就曾变成太阳神妮卡的模样，击败 CP 组织的成员，成功出海。不过波尼对未来事物的了解不多，没能将妮卡和白色路飞联系起来，不然他也会拥有武当路飞的战斗力，也有击败萨坦圣的可能性。克斯透露白胡子的真实战斗力已经不配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与前海贼王罗杰有着相同的弱点。白胡子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赏金高达50亿4600万贝利，拥有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也是罗杰死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当年白胡子在无名小岛遇到罗杰海贼团，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斗，白胡子与罗杰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可见两人的实力属于同一水平。吴老星对白胡子的实力非常忌惮，得知他与香克斯见面非常紧张，认为香克斯和白胡子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让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实力。香克斯1岁的时候就在罗杰船上，对白胡子真正的战斗力也很清楚。为了不让艾斯去追杀得到暗暗果实的黑胡子，独自一人登上莫比迪克号，面对白胡子一点也没有示弱，拿出佩刀格里芬与丛云切进行战斗。可见在香克斯的心目中，白胡子虽然很强，自己也完全不会弱于对方。顶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战国就让手下10万精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便人数上占据优势，一旦大意也会战败，因为对手是最强的白胡子。
卡普与战国的态度一样，一再告诫手下的人，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鹰眼和白胡子一样都拥有最强称号，可是鹰眼却认为实力相比对方差很多。相比大将黄元和青雉，赤犬很认可白胡子的强大，前期不敢主动参战，靠着使用奸计策反斯库亚德，让白胡子的身体被刺穿后才敢与之战斗。赤犬虽然嘴上调侃白胡子不中用，行动上却认定自己打不赢对方。见到艾斯丧命后的白胡子特别愤怒，用出最后的力量狠狠揍了赤犬一顿。假如是年轻没有伤病的白胡子去马林贩毒，赤犬的脑袋必定留不到战争结束。凯多和白胡子都曾是洛克斯的成员，双方的战斗力强弱也应该很清楚。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强调说，白胡子是能与他生死决斗的强者。不过凯多认为白胡子和罗杰都很幼稚，没有称霸世界的决心。巴雷特的梦想是击败罗杰，得知罗杰身患绝症后，他决定成为世界最强，对白胡子的战斗力也很认可，评价白胡子是拥有怪力的老头。不过巴雷特还强调白胡子和罗杰一样，都有把同伴看得非常重要的缺点，这也导致白胡子带领所有人去救艾斯，才在海军基地马林范多丢掉性命。不管是香克斯还是巴雷特，他们眼中的老年白胡子都不算世界最强男人了。赤犬透露出萨博真正的战斗力不比任何海军大将弱，难怪当年黄猿被他一招火拳打到认怂。自从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后，海女们就在争论他有没有超越大将。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佩刀斩蛟也是名刀，能轻松劈开一栋城堡，主动站出来阻挡萨博却被虐了一顿，头盔被捏碎，差点丢掉小命。萨博能秒杀巴斯提尤主要依靠霸气和体术，并不是烧烧果实的能力。对战大将藤虎从场面上看算五五开，萨博却表现得有一些吃力，同时强调没有熟练掌握烧烧果实，可见当时他的实力还比不过海军大将。后来与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战斗，萨博对烧烧果实的使用有了提升，将霸气与果实能力结合，开发出招式火焰龙王，将巴沙斯狠狠虐了一顿。这时萨博的赏金也才6亿200万贝利，相比四皇团2把手还有不小的差距。世界会议期间，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见到暴君熊失去自我意识成为奴隶，萨博决定必须救走曾经的同伴。在解救暴君熊和天龙人的奴隶时，萨博等人暴露身份，与2位大将交战。巨人茉莉的对手是绿牛，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掌，场面上占据优势。乌鸦与藤虎爆发战斗，事后藤虎的脑袋缠着绷带，应该没打赢乌鸦。萨博并没有参与释放奴隶的战斗，而是偷听寇布拉与伊姆的对话。行踪暴露之后，吴老星和伊姆同时开启果实能力，一招将萨博打成重伤。好在有寇布拉舍弃性命的掩护，才让萨博保住性命，从玛丽乔亚逃走。事后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从名气上看很霸气，并不能体现战斗力很强。赤犬得知此事后，指责藤虎和绿牛实力弱，让革命军的队长们逃走。从赤犬愤怒的态度来看，也是认为萨博等人的实力并不比海军大将差。在剧场版黄金城中，萨博为了保证路飞能顺利击败黄金地太佐洛，一个人挡住陆琪率领的10艘军舰。从战局上看，萨博的实力并不比陆琪差。当时的陆琪已经拥有果实觉醒能力，萨博能抗衡他实力绝对有大将级。还有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路飞等超新星，就在路飞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萨博甩出一记火拳挡住所有光粒子。黄猿见到萨博出手有点忌惮，也不敢再次对超新星们发动攻击。如果萨博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结合烧烧果实，应该有4皇水准吧。3.6 个已经重生的恶魔果实，成就3皇一帝。不过有2个神级能力惨遭浪费。第一个是超人系阵阵果实，上任能力者是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当初去马林范多救艾斯，白胡子展示过毁灭世界的力量，就连英雄卡普也感到畏惧，让手下的海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拖着重伤的身体暴揍赤犬一顿，差点让赤犬跌入大海丧命。白胡子死后，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立马就叫嚣自己是最强男人。黑胡子显然是在吹牛逼，被变成大佛形态的战国一巴掌拍吐血。还有面对香克斯的红发海贼团，他也不敢应战，带着手下乖乖离开。黑胡子对阵阵果实的开发并不好，没有达到白胡子毁天灭地的高度，对战赏金只有30亿的罗，只用阵阵果实战斗被狠狠揍了一顿。第二个超人系魂魂果实，第一任能力者是莫罗修女，她没能用魂魂果实提升战斗力，最终被爆发事实症的玲玲吃掉。大妈利用魂魂果实带来的力量，一步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不仅可以利用灵魂创造霍米兹战斗，还能利用寿命进行治疗和提升实力。可惜的是没能将魂魂果实觉醒。
只存在于 Big Mom 海贼团的食物系果实，曾经吊打过路飞，也玩虐过娜美，还有一个得到过2位四皇的认可。第一颗是甜甜果实，拥有制造粘稠状糖浆的能力，能力者是四皇大妈的长子佩罗斯佩罗，他能用糖浆制造各式各样的武器战斗，也能将人体包裹在糖浆内让其窒息，将糖浆凝固变硬，还有不错的防御作用，不过防御效果太差，很容易被敌人打破。甜甜果实的弱点是怕热，简直被火系果实完克，这也导致佩罗斯佩罗的战斗不算强，拥有7亿贝利的赏金，却没能成为甜点将星之一。第二个是饼干果实，能力者是克利架，只要双手拍一拍，就能制造出坚硬的饼干，不过防御的硬度比不过钻石果实和屏障果实。与路飞战斗的时候，克利架制造出大量饼干士兵，能抵御2档和3档的攻击，只有靠4档才能击倒他们。不过饼干士兵特别怕水，变软后战力下降，口感也会提升。路飞吃起来毫无压力，才能打赢赏金8亿6千万的克利架。饼干果实最适合让乔巴吃，能避免自己当储备粮被下锅的窘境。第3颗是奶油果实，吃了它注定会单身一辈子，不仅对战斗力的提升不大，还会大大拉低你的颜值。欧佩拉吃下奶油果实后，脸部和鲜奶油一样软塌塌的，还有乳白色的液体流下，看起来非常恶心，让人不敢靠近，而且奶油还有很强的灼伤能力。试问哪个美女敢拥抱它？第4颗是黄油果实，拥有非常强的控制能力，能力者是大妈的女儿加蕾特，用黄油束缚住敌人后，只要被束缚的生物听到她的呼唤，身体就变得无法动弹。娜美与加蕾特战斗时，双手被控制后，只能任由对方摆布。如果遇到武装色很强的对手，黄油果实的战斗力几乎为0。第5颗是诺诺果实，属于超人系却拥有自然系的属性，能力者是卡塔库利，赏金达到10亿5700万贝利，不仅能从身体内制造年糕，还能将自己身体变成年糕。在对战路飞的橡胶果实时，诺诺果实展现碾压级别的特性，不管路飞使用什么样的招式，都会被卡塔库利用更强的招式压制，配合武装色和见闻色御剑未来使用，完全吊打4档状态下的路飞。这也让很多海迷认为卡塔库利拥有接近大将级别的实力。黑胡子派大将亲自去抓布林，也是在忌惮卡塔库利的战斗力，担心让其他同伴闯入蛋糕岛，很可能会被卡塔库利击败。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卡塔库利与香克斯一起对抗歌之魔王，使用出见闻色御剑未来，战斗力也得到了4皇香克斯的认可。如此来看，当年路飞能击败卡塔库利，实力真的超越对方了吗？从下跪认干爹的小渔民，到雄霸一方的海上皇帝，黑胡子的实力经历过6次提升。12岁的蒂奇见到白胡子，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他要认眼前的男人当干爹，成为白胡子海贼团的成员，目的是寻找最邪恶的暗暗果实，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此时的黑胡子只是个毛头小子，还看不出有多强的战斗力。在白胡子船上混了2年，黑胡子的实力有了不小的提升。对战罗杰海贼团时，表现出来的气场很强，说巴基和香克斯算不上强者，甚至动画组还搞出一个镜头，疑似与冥王雷利进行了战斗。不知过了几年，黑胡子的实力突飞猛进，与年轻的香克斯爆发冲突。那场战斗的经过没有公开，结果是香克斯的左眼留下3道疤痕。当时香克斯的赏金是10亿4千万，黑胡子完全拥有与之匹敌的实力。艾斯加入白胡子海贼团后，黑胡子已经成为队长级别的强者。当众人推举艾斯为2犯队长时，他还特意询问黑胡子的意见。虽然当时黑胡子的赏金为0，在艾斯心中却拥有当队长的资格。后来干掉萨奇抢走暗暗果实，也能证明他拥有队长级别的实力。吃下暗暗果实后，黑胡子成立自己的海贼团，战斗力也再次提升。得知路飞的赏金达到1亿贝利后，直言草帽团就是他们的猎人，对战艾斯也完全没有劣势，靠着暗暗果实邪恶的能力获胜。顶上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绝对是黑胡子。海军集结10万兵力对抗白胡子海贼团，黑胡子偷偷来到海底监狱，招募到5位强大的伙伴，赤犬败光人品，丢掉半条命，才将白胡子打成重伤。黑胡子带着一群小弟捡漏，得到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扬言自己才是最强男人，带着手下对抗卡普和战国一点不怂。此时黑胡子拥有的战斗力至少在海军大将级别。面对香克斯提议打一架时，黑胡子还是怂了，带着手下乖乖离开，嘴上说着还没到交战的时刻，却表明他还没有匹敌4皇的实力。经过1年的发展，黑胡子与马尔科率领的队长的战斗，以完全碾压的方式获胜，赏金13亿7400万的马尔科也说了，完全不是双果实黑胡子的对手。之后黑胡子当上4皇，赏金达到22亿4760万，还算不上顶级4皇。又经过1年的发展，黑胡子的赏金达到39亿9600万贝利，去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能轻松秒杀赏金16亿5900万的汉库克。不过与赏金30亿的罗战斗，只靠阵阵果实的输出居然没打赢，使用暗暗果实之后，才将罗彻底击败。这种战绩算得上顶级4皇吗？觉醒米卡果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路飞距离香克斯还差3种顶级技能，第一种是瞬间移动的速度。路飞闯入司法岛救罗宾，对战 CP9 组织中的布鲁，根据对方使用海军60中的体，开发出橡胶果实2档，通过增加身体血液的流动来强化身体的移动速度。不过相对拥有光速移动的黄猿，路飞的2档还是慢了很多。此后路飞开发出3档、4档和5档，都没有进一步提升速度。在鬼岛屋顶的决战中，路飞使用见闻色御剑未来，能判断出凯多的下一个招式，依旧没能躲过狼牙棒的攻击。可见路飞在移动速度方面还未达到最顶级强者的水准。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香克斯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去马林饭多中解顶上战争，
红发海贼团的船还未靠岸，香克斯就已经来到赤犬面前，挡住岩浆拳头将科比救下。后来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尾田明确香克斯拥有瞬间移动能力，面对拥有光速移动的大将黄猿，也被他用刀架在脖子上不敢动弹。第二种是见闻色的等级不如香克斯，路飞闯入蛋糕岛接山治，对手是赏金10亿5700万的卡塔库利，两人都拥有霸王色霸气，不过在见闻色等级上，路飞差了一个档次，没能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使用出的任何招式都无法打中敌人。在绝境之下，路飞觉醒见闻色预见未来，才勉强击败卡塔库利。香克斯拥有的见闻色等级比所谓的预见未来更加高级，是能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会使用。从路飞对战卡塔库利来看，见闻色有差距会让战斗力差一个等级。香克斯作为路飞的下一个老师，会将见闻杀传授给他吗？第三种技能是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与世界最强生物凯老师一战，路飞开发出两种最顶尖技能，一种是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掌握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另一种是最顶级的霸王色用法，像武装色一样缠绕隔空攻击，帮助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赏金涨到30亿倍利，登基海上皇帝。香克斯也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仅用一招神臂就能秒杀30亿基德。据说香克斯拥有最强的霸王色，也是唯一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的人。当年去白胡子船上讨论艾斯的事情，就释放过霸王色阵列传满。如此来看，路飞的战斗力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除了战斗中体力不足的问题外，还得学会以上3种技能，才能达到香克斯的级别，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强者。